绝对零度的禁区，宇宙最深处的战令。各位，今天我们要步入一个科学外衣下的终极恐怖。这不是关于寒冷的预言，而是关于存在本身如何被抹除的纪实。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个让物理学家都感到背脊发凉的坐标——绝对零度。你可能觉得那不过是极致的低温，像是加厚版的南极冬夜，但我必须纠正这种天真的错觉。这是一个足以撕裂认知维度的概念。绝对零度即摄氏-273.15度，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不是冰冻，而是死寂的代名词。在我们的日常经验里，温度是热烈的、流动的能量，但当你凝视绝对零度，你会发现那是宇宙按下的永恒暂停键。想象一下，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突然停止了所有舞蹈。注意，我说的是完全停止。这引发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哲学问题：如果万物皆静止，时间还剩下什么？我们感知时间依赖于物质的位移，依赖电子的跳跃、心脏的搏动、手表指针的转动。若原子不再震荡，熵增趋于零，时间的河流是否就在那一刻乾涸了？绝对零度本质上是时间的墓碑，在那个坐标点，连变化本身都不再发生，被宇宙封锁的禁区。更诡异的是，这是一个被宇宙封锁的禁区。热力学第三定律明确告诉我们，绝对零度不可抵达。无论你的技术多么神奇，无论你如何抽签能量，你也只能无限趋近，却永远无法踏入那扇门。这就像是现实世界的一条底层代码，禁止任何人查看源码。宇宙在这里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屏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被禁止触碰绝对的静止？这背后隐藏着宇宙维持运作的终极秘密。让我们先解析温度的本质。它其实是原子躁动的量化指标。热水之所以烫，是因为水分子的狂欢撞击了你的神经。冰块之所以冷，是因为它在掠夺你原子的动能。按照古典逻辑，降温就是减速，直到彻底归零，万物归于平静。这听起来非常符合直觉，对吧？但量子力学在这里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那就是零点能。这是量子世界里最神秘、最让人不安的现象之一。海森堡错不准原理告诉我们，粒子不能同时拥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。量子幽灵的最后抵抗，如果粒子彻底静止，动量为零，那它的位置将变得无限模糊。为了守护魔界的底线，宇宙强迫粒子保持微拆，即便在摄氏-273.15度，原子依然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运动。这意味着，即使在宇宙最冷的地方，也从未有个真正的安静。这种无法消除的背景噪音，是宇宙最后的脉搏。它揭示了一个恐怖的真相：绝对的静止在我们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。我们所认为的稳定，只是宏观尺度的错觉。当我们试图强行夺走这最后一点能量，物质就会发生变异。物质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超流体的幽灵状态。1937年，人类在液态氦中见证了违背直觉的神迹。那些液体失去了粘性，它们会无视重力，沿着容器壁向上爬行。它们能穿透原子级别的微孔，像幻影一样渗透而出，甚至可以永无止境地旋转下去，永不衰减。这不是液体，这更像是某种脱离了物理枷锁的意志。紧接着是超导现象，电力在极低温下不再遭遇阻碍，电流可以在线圈中奔流万载而不损耗。这简直是永动机的雏形，彻底违背了能量损耗的日常认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接近绝对零度时，宏观与微观的界限消失了。集体意识的微观投影，平时隐藏在微观世界的量子效应，开始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尺度上展现威力。
这里涉及一个更深邃的状态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。当温度降至极限，成千上万个原子会丧失自我，它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，它们会融合成一个巨大的超原子，表现得像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意识。想象一下，一整座城市的市民突然失去了个体特征，所有人变成了一个共同呼吸的巨兽。这就是微观世界在极低温下发生的事。这种集体性的出现是否暗示了温度的本质功能？也许温度就是维持个体身份的能量成本。当能量被剥离，多样性便坍塌为单一的虚无。独立意志竟然如此依赖于那一点点热量，这难道不让人心惊？更可怕的是，绝对零度预示着宇宙的终点，那就是热寂。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，宇宙的熵值不可逆转的增加，宇宙正在不断走向混乱与平衡。当所有的恒星熄灭，所有的黑洞蒸发，整个宇宙将进入一个无限接近绝对零度的状态。宇宙的坟场与重生，那是一个均匀、死寂，不再有能量流动的荒原。绝对零度就是宇宙的坟墓。在那样的终局里，时间将彻底失去刻度。但这里存在一个迷人的悖论。刚才提到的零点能，在热寂之后会发生什么？有理论大胆预测，我们的宇宙大爆炸或许就源于上一个热寂宇宙的量子涨落。在绝对寒冷的真空中，一次偶然的颤抖引发了万物的诞生，吹响了创世的号角。所以绝对零度究竟是死亡的终局，还是下一次创世的子宫？它既是虚无的极点，也是潜能的总和。让我们再深入一点，观察那些被冻结的时间。在实验室的纳凯尔文环境中，某些量子过程会变得极其缓慢，仿佛时间被拉长了。这让人联想到爱因斯坦的相悖论。速度能弯曲时间，难道温度也能操作时间？温度是否与时间的维度有着某种隐秘的比例关系？如果温度存在下限，是否意味着时间也存在最小的刻度？宇宙设定这个下限，可能是在保护底层的像素不被看穿。就像电脑游戏的建模，你不能无限缩放现实的像素与禁区，否则你会看到锯齿与圆满。绝对零度就是宇宙现实的像素边界。有物理学家提出，宇宙可能不是连续的，它是建立在离散的量子化的结构之上，而绝对零度正是这个结构的基底。更令人不安的假说，我们的宇宙其实一直很冷。从整体尺度看，宇宙的平均温度仅为 2.7 开尔文，这是大爆炸留下的微波背景辐射。我们眼中的繁华世界只是寒冷背景下的几处热点，我们就像是在冰封海洋中短暂闪烁的火花。生命本质上是一种耗散结构，是在抗拒寒冷、抗拒熵增的无效挣扎。我们燃烧能量，制造热量，试图延缓被绝对零度吞噬。但从宇宙的广袤视角看，我们早已身处冰点。一旦火光熄灭，生命是否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？有人提出了量子生命的概念，那是不依赖化学反应，而依赖量子纠缠的存在。它们的意识可能由超陡电流构成，思维的速度与宇宙同步缓慢，它们的1秒钟可能是我们的1000亿年。资讯、自由与终极的确定性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们这些热血生物只是转瞬即逝的噪音。而在那极寒的维度里，物理规律呈现出另一种冷酷美学。回到温度的严谨定义，系统内能对熵的偏陡，这意味着温度其实是衡量信息含量的指标。温度越高，系统的信息混乱度越高，可能性越多。而在绝对零度下，信息量降到了最低限度，一切都变得绝对确定，没有随机性，没有涨落。确定性往往是自由意志的敌对面。
一个完全确定的宇宙，就像是一部已经拍完的电影胶片。绝对零度试图将宇宙凝固成一块完美死寂的水晶，虽然美丽，但却没有灵魂，没有选择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它是自由的终极界限。然而，量子不确定性就像是这块水晶里的裂缝。正是因为零点能的存在，即便在绝对零度，粒子依然保有最后一丝不确定的位置。这可能是宇宙留给自己的随机出口，防止整个系统陷入永久的逻辑锁死。那么，零点能又是从何而来的？量子场论告诉我们，那是真空的波动。真空不空，虚无的狂欢。真空并非一无所有，它充满了不断产生又湮灭的虚粒子。这场无中生有的狂欢构成了现实的底色。即使宇宙达到绝对零度，真空依然在沸腾。这揭示了绝对零度并非真正的虚无，而是一种充满了无限潜能的空白。就像一张白纸，虽然什么都没写，但它具备了承载所有故事的可能。如果宇宙进入热寂，时间会变慢到近乎停止。对于外部观察者，宇宙已经死亡，但对于宇宙内部，微弱的量子涨落依然在进行。一个虚粒子的产生可能需要100亿年，但在永恒的时间尺度面前，这依然是有意义的活动。宇宙只是进入了深度睡眠，它的心跳慢到了我们无法察觉的地步。科学家在低温实验中还发现了神秘的记忆效应。某些材料在接近绝对零度时，能记住之前的排列状态，即便经过剧烈扰动，只要降温，就会回到起点。这是否暗示在极寒中，因果关系的链条被加固了？物理规律的崩塌边缘，或者说时间的方向性，在绝对零度面前变得模糊。既然熵增停止了，时间的箭头还指向未来吗？也许在绝对零度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折叠在一起的。这正是宇宙禁止我们到达那里的原因，因为一旦抵达，因果律将会瓦解，物理定律的逻辑结构将会彻底崩溃。宇宙不允许存在一个能让它自己逻辑出错的区域。所以，绝对零度究竟是客观极限，还是认知的边界？在我们这个宇宙的常数下，它是禁区，但在其他多元宇宙中，或许温度根本不存在下限。那样的世界，生命又会以何种疯狂的形式演化？绝对零度这个简单的概念，背后是无尽的谜团。它提醒我们，人类对能量与时间的理解还多么肤浅。我们就像是学居人，盯着火光投下的影子，而绝对零度是宇宙展示给我们的最后一道墙。它是警告，也是邀请。警告我们不要妄图掌控终极，邀请我们去思考存在的本源。当科学家创造新的低温记录时，他们实际上是在现实的边缘试探，触碰现实的底线，每一次接近都会发现更多诡异的现象，仿佛越靠近谜底，谜面就越发离奇。绝对零度不是答案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它的可怕不在于冰冻，而在于它揭示了我们世界的虚幻性。它告诉我们，我们熟悉的温暖、流动、多变的世界，只是宇宙在特定能量状态下的表面涂层。当涂层被剥离，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扭曲、纠缠、凝固的真实。那是一个时间停滞、现实破碎的量子深渊。那是宇宙最初的样子，也可能是最后的归宿。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踏足那片领地，但那种彻骨的冷寂始终在时空的尽头注视着我们。它赋予了热量意义，赋予了生命色彩，赋予了时间存在的必要。每一次对温度的感知，
都是对绝对零度的逃离，而这场逃离构成了整个人类文明。让我们带着这份对未知的敬畏继续前行。这里是创作模式下的科学狂想，我是费米盲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